我们在做 Roblox 游戏的时候，都会使用到一个函式 getService，也能在 Explore 视窗里看见这些后面写着 Service 的 Object。但你真的知道什么是 Service 吗？你知道在 Explore 视窗里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 Service 吗？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为你详细说明 Roblox 中的 Service。把影片看到最后，你将能够对做 Roblox 游戏更加得心应手。Hello，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一说到 Service，你肯定就会想到 Explorer 中这些名称后面写着 Service 的 Object，还有我们偶尔会在脚本中使用的函式 getService。Service 中文翻译为服务。你走进超商跟店员结账，店员就是在服务你。服务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在 Roblox 中的 Service 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 Service 都不像 PA 或者是 GUI 能够出现在你的画面上。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在 Explore 视窗里看到的这些所有的 Object 其实都是 Service 呢？这些 Service 它们都有各自的作用。这些 Service 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我们这些开发者。像是 Start GUI，虽然它的名字里面没有 Service，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Service。它的功用就是为了让开发者制作一些让玩家进入游戏后就能马上看见的一些小视窗。这就是 Start GUI 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还有我们最常使用的 Server Script Service，它的名字里面有 Service，所以它理所当然就是一个 Service。它的主要服务内容是让开发者放一些当玩家进入游戏时，Roblox 在建立游戏伺服器的时候，你想要马上在伺服器端执行的脚本。例如，你想要欢迎每个进入游戏的玩家，那你就可以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里面新增一个 Script，在 Script 里面呢写一个，每当有玩家进入游戏时，就 print 玩家的名称，并且欢迎他的城市。不过在这里呢，我想要介绍一个我们接下来的影片里都会经常使用的 service，Replicated Storage 布置仓库。它名为仓库 Storage，自然它的服务内容就是用来储存东西的。当然，这东西不是让你拿来储存玩家数据的，而是用来储存一些你会横跨伺服器端还有客户端的 object。例如，我现在有一个商店系统。商店里贩卖的所有物品都有名称、价格跟描述。我们将这些呢放在一个 Module Script 里面储存起来。接着，我们将 Module Script 放在 Replicated Storage 里面。关于 Module Script 的教学，我们最近的影片应该很快就会讲到各种 Module Script 的使用方式了。那在这里，你只需要将它当成是一个储存了所有物品详细资料的清单即可。我们玩家的客户端里面的 GUI 呢，可以透过这个 Module Script 来取得各种物品的详细资料，并且透过 GUI 显示给玩家。伺服器端呢，虽然用不到物品的描述，但在玩家进行购买的动作的时候，伺服器端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个 Module Script 来取得玩家购买物品的这个价值，之后将玩家的金币扣除掉这个价值。这就是一个非常好横跨了伺服器端和客户端的范例。我们之后的 Remote Events 和 Remote Functions 的教学也同样会使用到 Replicated Storage 这个 service。Replicated Storage 这个 service 呢有一个兄弟 Server Storage 伺服器仓库。这个 service 的服务内容和 Replicated Storage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存放在 Server Storage 里面的 Object 呢，客户端是看不到也用不到的。我们说你的游戏里面有一个转蛋系统，转蛋的几率是非常机密的，你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当然没有在影射任何最近的时事，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储存了转蛋几率的 Module Script 给存放在 Server Storage 里面，就没有人能偷看实际上的几率是长怎么样了。
关于某一个 service 能不能跨伺服器和客户端，你可以在 Roblox API 去搜寻这个 service 的名称，像是 Server Storage，因为只有在伺服器端，在这里就会写着这一个 service 呢不会跨伺服器端和客户端复制的提示。但在这里要注意了。关于某一个 service 只能在伺服器端或客户端运作，你都还是要详细去读 API 底下的说明。在 Roblox API 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这一个 class 呢是一个 service， 它会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这个 class 是一个 service， 并且可以使用 getService 这个方选呢来取得并使用这个 service， 并且因为这些 service 呢都是抽象的，你不能够使用 instance 点 new 来创建这些 object。我们实际呢新增一个 script， 并使用 getService 来看看我们能使用哪一些 service。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 class 都是一个 service。除了我们在 Explorer 视窗能看到的这些以外，竟然还有其他隐藏起来的 service， 这又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你可以看到这里的 service 那么多，如果要把这些 service 全部塞到 Explorer 中，那岂不是会超长一大条？你能在 Explorer 视窗里看到的这些 service 呢，之所以一开始就存在，是因为 Roblox 官方认为这些 service 是你在做 Roblox 游戏的时候会最常使用到的一些 service。像是不在 Explorer 视窗里的储存玩家数据用的 Data Store Service， 检查玩家装置用的 User Input Service， 贩售游戏商品或 Game Pass 的 Marketplace Service。他们不在 Explorer 视窗的理由也很简单，不是每个游戏都会用到这些 service 的。当然，这些 service 的服务内容也不仅仅是这样。这些 service 呢，它们同样身为 class， 身为 object， 自然也会拥有自己的属性函数和事件。例如，你能够调整 Explorer 视窗里的 Lighting 这个 service， 针对 Lighting 底下的 properties 属性呢，来对游戏的亮光、时间、阴影来做调整。还有那些隐藏起来的 service， 例如储存玩家数据的 Data Store Service。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个 service 底下的 functions 函数来管理玩家的数据。当然，也别忘了 players 这个 service。这个 service 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它的 events， 像是检查玩家是否进入游戏的 player added， 还有离开游戏的 player removing。函数呢也有很多，像是取得目前伺服器上所有玩家的 get players， 借由玩家 ID 或 character。来取得 player 这个 object 的 get player by use ID 和 get player from character。player 这个 object 呢，真的会用在蛮多地方的。我们有机会来出一支影片来讲讲各种取得 player 的方式吧。我们在脚本中使用 getService 这个函数的用意呢，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就像是你按铃跟服务生点餐，你搭公车或捷运要扫描卡片。getService 就是个使用某一个 service 的前置动作而已。我非常推荐你有空的话，就来看看每一个 service 的 API 内容，说不定你能找到某一个能够帮助你优化或实现你 Roblox 游戏功能的 service 哟。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到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对了，克拉克的 Discord 伺服器已经正式开启了哦。有任何问题的话，也能到伺服器的程式问题频道提问哦。克拉克有时间的话，也会在伺服器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或跟大家聊聊天。本伺服器的规则呢是非常严格的，还请各位一定要遵守哦。到了这里，影片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希望你现在马上帮这部影片按赞。你的订阅、留言、按赞或分享，都是让克拉克制作更多教学影片的动力。那么，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